黄梅大雄宝殿的全部文物原型总算是被我挖干净了，它看似复杂，其实大部分都来自蓝田水陆庵，我只需挖出它具体出自哪一片就可以了。大家好，我是旅游博主徐公读城，本期视频是我黑神话悟空考据式通关的第15期。今天的视频中，我们继续慢通第3章小西天，挖掘所见文物的原型。今天时间紧，任务重，我们就直接解析大雄宝殿内的构造，玄素为主，其余为辅。至于第3章的其余内容，下期再汇总吧。我们先来概览一下小雷音寺大雄宝殿的玄素布局图，是正面5龛，山面各自供奉3尊佛像。正面5龛当中，两侧稍间的造像是互为镜像的，元素完全一样，所以我们待会儿只选一处解说。我们与黄梅战斗的高台位于明间，变成赤尻马猴砍那些放波的和尚走的是左次间和明间，而右侧明间也有楼梯。它和左侧明间元素高度近似，但布局不同。待会儿我们说到哪儿，就用刚才的布局图标识到哪儿。一键3连后，我们今天的解析正式开始。大雄宝殿的门便参考自山西大同华严寺的捆门，造型不同，但布局相同。上方窗棂的造型也是高度近似的。其实大雄宝殿的外景也用了华严寺的元素，咱们下期就能看到。我当初去大同华严寺的时候，进了大雄宝殿之后，光顾着看里边的造像了，根本没想着站在里边往外侧拍张照片。搜了搜网图，发现大家和我都差不多。关于华严寺的详解，可以看我给华严寺出的那2期视频，这里不再赘述。而大雄宝殿屋顶的藻井则取景自山西大同善化寺的藻井，边上的菱形都取进来了。善化寺的藻井位于它的辽代大雄宝殿之内，记得务必抬头看才能看到这精巧的木构。善化寺我也出了详解视频，直接回看就是。然后我们来看山面的3尊佛像，先看最靠左侧的佛像，它两侧斜视位的造像便取自陕西蓝田水陆庵药师佛的左右斜视造像，他们手里还端着葫芦，正好对应药师佛的药字儿。但仔细看，中间的主佛不是取自药师佛，而是蓝田水陆庵的阿弥陀佛，其双手结的是相同的禅定印，头顶同有天宫楼阁。阿弥陀佛的斜视位造像造型虽然与药师佛的相同，但这2位的手里是空的，没有葫芦，所以游戏中的这一组造像是对现实造像的重组，而非直接挪用。下方的一排造像则是前边无数次复用过的天王力士造像，而这边的灯则是现藏于广东佛山大观博物馆的东汉青铜竖形灯。这盏灯在第3章出现好多次了，后边不赘述。山面最靠中间的佛像，左右两侧一老一少2僧，明显是阿难迦摄，主尊自然是释迦牟尼。这一组便取景自蓝田水陆庵的释迦牟尼像，而且连镜像都没镜像，其左右斜视位同是阿难迦摄，两者手印相同，似是3昧耶印。下方也是复用的水陆庵金刚力士，后边再遇到这个复用也不重复解说了，说了860次了。山面最靠右边的佛像，主佛取景自水陆庵的药师佛，双手的姿势也是一模一样的，但两侧斜视位的造像用的则是阿弥陀佛的斜视位造像，他们手里是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右下角的这口老钟则是山西五台佛光寺的大铁钟，这个素材也是从第1章用到了现在。至于另一侧的山面则和这边的布局完全相同，就是一个镜像版本，所以这里不再重复解说。然后我们从正面看，发现它的结构和山西西县小西天是很近似的，也就是用塔柱包裹殿内的金柱，并以它来分割内部的龛位。那么我们就从它的塔柱开始细看。塔柱1层的菩萨取景自蓝田水陆庵背面的菩萨像，其头冠与鸟的细节相同，双手的姿势、菩萨的坐姿以及衣服的颜色都是一样的。另外我听说蓝田水陆庵的背面还在修缮，啥前整完呢？1层斗拱应该是学的善化寺莲花斗拱，学得很好，下次不要学了，这玩意儿是一样蜡枪头，下边螺斗该怎么负重还怎么负重，不学也罢。后边斗拱全这结构的就不重复说了。塔柱的2层是一个坐罗汉素材的反复使用，我个人觉得蓝田水陆庵的这尊罗汉与它是最像的，两者坐姿完全相同，衣服配色也近似，但在游戏里加了个仰莲宝座。3层菩萨端坐于勾栏之内，别看前面有柱子挡着，但隔着柱子就能看到青狮，这反而是最好认的一个菩萨，他就是蓝田水陆庵的文殊菩萨。就算别的细节认不好，青狮咱还认不出来吗？4层的佛像则是参考北京天宁寺的佛像，区别则在于游戏里的颜色明显鲜艳了很多。
而建筑造型的轮廓则是参考西线小西天的塔柱比较多。看完塔柱，该说正面午勘了，我们就从店内的传送点开始观察。与黄梅战斗的高台背后，这一大片的地方基本都取景自蓝田水陆庵山面的悬塑造像。我们来做个对比，此处多用飞檐翘角的建筑，取景自蓝田水陆庵的建筑悬塑，大部分场景都被复刻了，但前方的建筑把下方跪拜的女子挡住了。左侧位置，腾云的罗汉照常腾云，看画的照常看画，但上边加了一座建筑，就挡了这一部分。右侧位置的场景，该成龙的在成龙，该在中庭里聊天的聊天，该看画的在看画，但也加了一座建筑，就也挡住了一部分。右侧这尊佛像被建筑挡住了手，但露出这一点也足够分辨了，应是刚才药师佛素材的复用。我们再看他脚下还有2尊斜视造像，手里是空的，应是阿弥陀佛斜视造像的复用。同理，在另一侧的大型佛像就是阿弥陀佛造像以及药师佛左右斜视造像的复用。在现实中，正中间的位置应该是世尊释迦牟尼的位置，但在游戏中这里是黄梅战斗的地方，但平时这里大概率是他讲经说法的地方。那么本章末尾的动画说这老小子自封世尊，倒还真不算冤枉了他。再往前跑一段，右侧的悬塑造像还是刚才中间顶端的罗汉素材复用，后边还挡着一尊大佛，这是药师佛素材的复用。然后再往左下方看，这还是刚才顶端罗汉群像的复用，布局里外里还是那一片。左下角的亭子则是刚才塔柱4层亭子的复用，这边没有建筑挡着。看完这个就等于去完蓝田水陆庵了。而前面这一排大个的罗汉，取景地还是水陆庵的罗汉，但取的是这一排，他们的个头在现实中也要大上很多。下边这一组罗汉还是上一排罗汉的素材复用，这里不再赘述。如果跑到尽头，你就会发现这边取景的地方是蓝田水陆庵另一处山面悬塑的镜像版。刚才那处的飞檐建筑是3层，这边是2层，记住这个2层，待会儿要考的。看完了明间和左次间，我们奔向右次间的悬塑，这边的素材全是复用的。右边的大佛是药师佛复用，墙上有3层山面悬塑复用，也有2层楼山面悬塑复用。这些大小亭子之前路上也曾经复用过很多次了。最后我们奔向烧尖，2个烧尖是镜像关系，就选右边的来解说。远处看到的主佛便是世尊释迦牟尼了，这本该是居中的造像，却让黄梅这老小子挪到角落去了。世尊的后边是刚才塔上出现过的菩萨，世尊的旁边是刚才的3层楼山面悬塑复用，下边是一排罗汉复用以及2层楼素材复用，旁边站立的大塑像则是被挡住脸的阿难。以上便是对大雄宝殿内部悬塑的全部解说。我们不难发现，在之前取景的那几个地方里，陕西蓝田水陆庵的内容占比可以说是拥有压倒性的优势，几乎是把那一座大雄宝殿全都拆散了放进来，重组进来了。而水陆庵的造像又何止是在大雄宝殿和山洞内使用呢？看小雷音寺的第一进院落侧面，这边的造像酷似石雕，但实际上它仍然是复用了蓝田水陆庵的造像，只不过换了颜色，给冻进冰块里了。这个美术做法果然是千变万化，机巧无穷。不过我们今天的视频也就是个初步的解说，将来肯定得做个细致的。那么细致的什么时候做呢？就等着蓝田水陆庵修好了，背面也让看了。到那时候就得拍一个现场的版本做成视频给大家看了。在这里承诺，只要我能把那期做出来，它的质量就绝不会低于我在山西隰县小西天做的那一期视频。以前能做到细致解说的水准，以后必然也能做到。如果你期待我水陆庵的视频，不妨点个关注，我们未来终将再会。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将来我们就把剩余的素材拢一拢，给第3章小西天收收尾，各位敬请期待。